显灵了！真的显灵了！真的显灵了！快！显灵了！啊！快！将军，怎么样？此物质里坚硬呈深褐色，上面还有纹理和相框，这究竟是何物？似乎还有一股香气。莫非这是神赐的食物？将军且慢，此物虽为神赐，但未知其将。将军身系安危，20万百姓，3万将士之命运，岂能犯险？我之生死不足挂齿。再者，这神赐之物若真能使用，就是红帝老儿也没有的福分。朱大，这莫非不是赐符，而是神法？怎么样？将军，里面有盐，还有香味儿，绝世美味啊！这种味道，人间绝无。当真？赶紧给他们分发下去！将军，此乃神赐将军之物，有将军一人独享，我等怎敢使用？将军数日未曾进食，还是你一人赶快服用，待我等冲出困境。放肆！本将岂能贪图私欲？这盘怎么这么奇怪啊？这一袋都倒下去了，这都装不满，这都第9袋了。我倒要看你到底有多能装。这盘子也太奇怪了，怎么倒都倒不满。真是见了鬼！天有大言，天有我霍家军。将军，那千命之人，诸般万难，定出迎刃而解。将军，这段之事不过是杯水车薪，不如您再试试向神明祈祷祈祷，再求些食物。放肆！时日尽现，也是万幸，岂能得陇望蜀？将军说的对，只是这些终究只能解一时之急啊。吃食也就罢了，如今最是缺水，若是有水，便可煮些草根树皮，以此充饥。罢了。上天赐世之恩泽，犹如苍穹之恩。我本应该铭记心中，不敢再有余念之想。但从军10万百姓都肯许以此，我愿以残身为诺，求上苍再降恩泽。愿则不将再去，终生是神。此诺天地可鉴。狗粮装不满，那水呢？不是吧？狗粮装不满，水也装不满，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能装是吧？那你就给我装个江河湖海出来。我感觉这盆有点咸麻。算了。水出来了，快进水！将军，您已经跪了数个时辰了，
就算是神明，也已经认可您的诚心了。如果能救这些百姓，跪几个时辰又何妨？哪怕跪上几日、几月、几年，就算跪到死，也是值得的。只求上天能够怜悯，保佑这些士兵和百姓平安健康生病了，我可以再等救援。将军，当时咱们枯守玉门关时，迟迟等不来粮草，现玉门关已破，也无半个援军。我看那狗皇帝分明就是忌惮咱们霍家军，想让咱们死绝。将军，末将计算了一下，这次神赐之水不算太多，却也足够让军士和百姓使用数日。不过，若是这攻击大军能维持1个月，不可。神赐之物，其实儿童可以随意分配的。将军，实在是将士们都撑不住了，时时也允许已断了数日，10个地方北夷追击，若是将士都不能果腹，罪根一纸。霍家军的军根你都忘了吗？若无百姓支持，仅凭着我们3万人，是如何击败北夷30万大军的？又是如何收复玉门关的？此事不用再说。李先锋，末将在，让位下去，该拿水盐，为咱们红皆可得。是。等等，静和细细，多成些事。是。将军，那些吃食又当如何？去取军中的皮甲来，混合一些草树、木枝，再配合神灵赐的美食，取水让我行。将军，万万不可！我军为了将军方便，只配备了皮甲，如果装甲为食，万一北夷来袭，我军如何应敌？战马都已经杀光了，若不出甲，不出3日，河漂无数。岂是士兵百姓死去，有这些甲胄又有何用？将军说的是，末将这就去做。这都接了几个小时了，还没接满，难不成都被这个盆给吃了？这盆也不知道什么来着，这里面不会有邪祟吧？去保盆不去保，搁这冒黑烟，又想暗算我，气死我了！我还收拾不了你个破盆子呢！有刺客！不是眼花吧？这是骨头，上面还有肉。什么眼花？这是神明赐下的恩赐，这分明啊是神灵怜悯我大燕，怜悯将军，怜悯我等军民。都别愣着了。还有呢？只可惜呀，少了些。不过无妨，我们有水，骨头可以煮汤，骨髓可以饱腹。肉，吃肉。
没想到离多之前还能吃上肉啊！真是神明见过。将军，这铁疙瘩，这是何物？这里似乎还有东西。这次宙斯按下你妻子心。哎呀，气死我了！什么东西？血？神明在上，愿为大燕冠军后，得物施恩，本不应妄求。然逢大旱，百姓军士饿殍无数，此物割腕，以血代乳，百姓易子而食，愿已无计可施，唯向神明哀祈，度过此劫。渊愿捐躯，常侍神明左右。大燕13年，愿于玉门关外敬上。大燕、北夷，这都什么朝代？冠军侯，我还秦始皇呢，还想骗我？所以那些垃圾不是笨狗带回来的，全都是你丢出来的。好，你要是再敢把那些垃圾丢出来，我先把你给丢了。等等，如果那个血书上说的是真的呢？就当是废物利用吧。这些东西是爸妈在的时候买的，不知道放了多久，正好捐出了一条。将军，属下从未见过如此精细的白面。他知道光为独特的腌菜，这些食物怕只有神明才有资格形容吧。神明所赐，自然是神物。只是这些数量有些少，要不我们再去乞讨一些。神明恩赐这些美食，已经是深恩浩荡，何等再敢妄求？如今你们要诚挚之心，珍贵之物，尽心供祀神明，以观神意。莫非是神明对我等供奉之物不满意？休得胡言！神明岂会在意这些？只要我等心诚，神明必能感应。累死就终于把这些苦子弄清了。谁呀？你们怎么来了？我爸留给我的
的公司已经被你们瓜分了，你们还来干什么？婉瑜啊，这次我们是来收债的。你爸爸生前借了我们1000万，我爸找你们借钱，我们家发家之后，你们从我们家捞了多少好处？光找我爸借的钱也不止1000万。是吗？我怎么不记得啊？说话是要讲证据的。欠条呢？死洋骗子废什么话呀？还当自己是大小姐呢？来，看看吧，利滚利滚利，加起来一共3000万。哼，我们吃点亏，你呢，就用这老房子抵债就行了。这样吧，你是我侄女，我也不亏待你，房子卖了你也没有地方去。我们呢，在城里给你买了一套100多平的大平层，只要你答应将我派上去。陈梦，你就是还钱吗？你还挺硬气是不是？好啊，3日之内啊，你要是还不出来，就给我滚蛋！好，但是现在请你们先付款，你好，就3天啊！确实是老爸的私钱，但只是1000万而已，他怎么会拖这么久不还？这4合院已经是爸妈留给我唯一的遗产，之前的公司没保住，现在连房子也……怎么办啊？金，不扔垃圾，改扔金子了，还真是聚宝盆啊！这是什么？摸着还有温度，这盘龙雕的栩栩如生，层次分明。我爸妈还真是给我留了宝，不愧是祖传的聚宝盆。所以这个聚宝盆会吃掉我扔进去的东西，然后再吐出来这些怪东西。难道说他们对面也有人，是因为得到了我扔在盆里的那些食物，然后将这些金钿和白玉传送过来感谢我？喂，有人吗？喂，有人吗？有人吗？能听到吗？我不管你到底是不是人啊，我跟你说，不准再传这些垃圾过来了。你知不知道我处理这些带血的碎件、破烂的批发有多麻烦？不理我是吧？那我明天就去把你这些破烂都卖掉，别怪我没提醒你啊。江叔，婉莹来了，快请坐。你这整的是啥呀？你可别跟我说全是金子啊！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金的，我从家里翻出来。江叔，你快帮我看看，这是多少钱？数量这么多，我看看。是真的，只是纯度不够，将比市价要低呀。别诓我，江叔，我可是知道最近金价可是涨了不少，你可不能给我少了。这分量不对，里边掺有黄铜，不过这么多大概能值3300万。那也不是。哎，对了，江叔，你懂玉吗？你小看你叔叔了，藤原阁可不光是做金饰的，古玩字画、美玉珠宝样样在行。
怎么，你还有好东西？快拿出来，让我长长眼。你看看这个。嗯，江叔，这玉有问题吗？不仅没有问题，而且很罕见了。大雁天元，地次于渊。大燕少年将军霍渊，字飞年，字盘龙宝玉，21岁丧命于北荒。飞年，大燕竟然真的是那个朝代！关羽，你发财了！这玉的价值远超你的想象啊！这玉很值钱吗？值钱？如果它不值钱，世上就没有值钱的东西了。大燕立国60载，与历史上不过是浪花一现，甚至正史中都没有记载，只是在一些野史中存有其信息。如今市场上有关大燕的古物存世稀少，你这块玉乃是孤品。立国60载，你有所不知，除了存世稀少，还和这种白玉的材质有关。这乃是大燕国中玉门关的特产。自大燕国覆灭以后，这玉门关的白玉不知何种原因染上了一层血色。不过没事，你这个宝贝至少能值500万。5个亿。之所以价值这么高，其实和这个渊字有关。这是为何？地次于渊，这是大燕传说中的人杰将军冠军侯霍渊的物件。你可能不知道他的传奇，甚至正史上都没有记载，民间全都是他的传说。关羽呀，若是你想卖出这块佩玉，我建议你参加3天以后天渊展拍会，届时各路富甲云集于此，或许能卖出更高的价格。大燕13年，西北旱魃为虐，饥荒遍野，北夷趁虚而入，攻陷玉门关。霍家军拼死抵抗，苦守数月，霍家军却因水接粮尽，不得不弃玉门，携百姓流亡，转与北夷游击，抗其南侵。10万霍家军战至仅存3万。大燕13年，和那块血布上的字。大燕13年，渊于玉门关外经商。难道？乖，回来啦！又拖了这么多。大夏银行到账3300万元。3300万，再加上那块白玉，江叔说那块玉至少值5个亿。这些东西，还有那块盘龙白玉，就算是在古代，应该也是价值不菲的东西吧？难道说，你就是那个大燕的少年将军霍渊？大燕原来真的存在，只是灭国太快，所以没有太多史料记载，大多存在于野史。可是这个霍渊呢？为什么关于他的信息这么少？要是大燕覆灭了，那他呢？他怎么样了？帝有令，焚烧损毁一切霍家军与霍渊之记载。怪不得霍渊的记载会这么少。大燕13年，霍渊携百姓推入玉门谷，3万霍家军以血肉之躯阻挡住北夷的进攻步伐。然北夷连出毒计，加之大燕奸臣当道，皇帝昏庸无能，坐视霍家军亡尽死绝。
心死绝了。将军，大事不好了！喂，有人吗？能听见我说话吗？喂，快点告诉我，你们的国家是不是叫大燕？那个叫渊的家伙是不是就是你们大燕的冠军侯霍渊霍北年啊？喂！不行，我不能就这么坐着等他们的消息。既然你给了我这么多，那我一定也可以为你们做点什么。或许这样就能改变你们的命运，你们就能多活下来一些人。这样应该差不多了。您消费1800万，卡上余额1700万。不对，血书上说百姓们以血代乳，依此而食。等到这些东西到了，霍渊那边会不会又死很多人啊？他会不会撑不到这个时候了？我不行，我不行！哎，你好，这些还有这些，我全要了。这些你都要了？我还以为你全都要买下来呢，吓死！不只是这些，还有你们超市所有的库存，我全要了。啊！将军，大事不好了！将军，百姓开始闹了，走，去看看。是。皇帝进去！皇帝进去！怎么回事？为何百姓突然暴动？是不是有人在启动煽动？若是真起了暴乱，仅凭咱们霍家军不到3万人，如何镇压这些百姓？我们进去，让我们过去。兄弟们，大燕的狗皇帝把我们骗到这儿，说到了这儿就能有饭吃，饿了一路了，这有饭吃吗？这些当兵的走狗，定然是跟那狗皇帝一样的货色，都没有好东西。没错，这些军营里肯定有粮，这些当兵的肯定都把粮食藏在军营里了。对，兄弟们，抢他丫的，死也要做饱死鬼！冲！抢！冲了！走！将军，我们已经数日没有吃食了，求将军给点粮吧。是啊，将军，这一路走来，不知死了多少人，求将军救救我们吧。皇帝赶我们走，狗官不让我们溜，连畜生都能割地杀肉，我就连畜生都不如。死了，饿死就饿死吧。难道我等就不是大燕的子民吗？为何被这狗皇帝这些狗官如牛马般的被抛弃？将军，各位何出此言？称自己为弃子，就算皇帝、朝廷不要你们，还有我霍渊呢，还有我霍家军呢。更何况我玉门有神明相助，定会庇佑你们，绝不会再让你们受饥饿之苦。若真有神明，怎还会有如此饥荒啊？将军，我等都被骗了一路，为何如今连将军也要骗我等？事关神明，我何渊怎可妄言？诸位若是不信，我可以当着诸位的面向神明祈求。今日霍渊携百姓在神台前长跪，求神灵怜悯百姓疾苦，赐下粮食。霍渊与众百姓定终生供奉神灵。我就知道都是假的，若真有神灵，当着受到惩罚的也是那皇帝老儿。没错，若真有神明，我等怎会这般？亲朋好友、妻子子女，就剩我一人。说教！神灵正注视众生，尔等如此这般心不诚，何德何能让神灵注视，赐下粮食？昨日祈求一夜，神明却未再回应。
若是这次神明不再回应，又该如何是好？哎呀，大米，大米。尔等且看，这就是神灵显圣之证。这是什么米？颗颗饱满，晶莹剔透，是皇帝老儿也吃不到这种神米吧？是，这米比我娘子都白。只有这几担米粮，等官老爷们吃完了，如何轮得到我等呀？诸位可知为何神灵未曾赐下大量粮食？自然是因为你等不相信我玉门有神明庇佑，未曾真心跪拜祈求。该相信。今日霍渊在神台前发誓，不弃一己，凡寨中百姓不论身份，皆可饱食粥米。有我霍渊一口吃食，绝不会饿死一人。来人，真的有大米吃！起造！将军，我等生前自身难保，百姓虽然暂时安抚住了，但是再过几日，赤石耗尽，到时候再爆发，就不是以血代乳，一子而食，而是人吃。好冷，这8月之初为何如此寒冷？这琉璃罐中装的莫非是水果？看起来竟如此新鲜。将军，神明都以这种宝物来装水果的，这琉璃罐透明无瑕，摸起来圆润光滑，就算在京城，100斤也买不到吧？是呀，好的。将军，你看，这是饺子，我们平时连观音土都不够吃，现在居然有饺子吃。还有饺子啊！神灵在上，神恩浩荡，神浩荡啊！神浩荡，浩荡啊！日子结束了。将军，这盆里好像有人在说话。都是神降下神谕。告诉我，你们的国家是不是叫大燕？那个叫渊的家伙，是不是你们大燕的冠军侯霍渊、霍斐年？聚宝盆的另一端果然是神灵，否则隔着一只聚宝盆，如何能盗宝我的身份？将军，您没事吧？都退下吧，我要聆听神器。是。来，走，走。启禀神明，在下大燕国冠军侯霍渊在此聆听神谕，不知神有何训示？将军，咱跪了好大一会儿了，是不是神明还没降下神谕？您说我为什么听不到声音？我那会儿耳朵都快贴在上面了。哼，将军是天命之人，岂能是你我能相比的？我明白了，只有将军能够听到神谕。怎么这么久都没回应？难道是我的声音没传过去？在下大燕国冠军侯霍渊在此聆听神谕，不知神有何训示？真的可以？可是为什么这么久才回应？将军，事情周忙，聆听神谕，自然要诚心。若因口舌之快，神明怪罪，又当如何？我不是什么神明，
不过我能帮你。冠军侯，你说大燕饥荒，你偷缺粮少水，可向我明言，需要多少粮水以解燃眉之急？你说你不是神明，怎么可能？我当时求着皇帝，求着那奸相，没有一个人回应我。你若不是神明，为何要帮那些百姓和士兵？你不是神明，谁是神明？回禀神明，回禀神明，袁麾下有3万将士，20多万百姓，共计30万余人。30万！我要养30万人！袁无言后求，只求神明能赐予渊10万粮食，渊有信心可以带士兵和百姓活下去。你都封我为神明了，怎么对神明这么没有信心？不就是30万人吗？霍家军却因水接粮尽，不得不弃玉门。应该就在今晚，必然会有100万斤的粮食送过去。你放心，我既然决定养你这个大将军，你的这些麾下百姓我也一起养了。等一下，除了那些食物，还有一物，我需要与你仔细说明一下。快叫士兵和百姓过来！谁有体力下的？大伙儿，这大将军把俺们召到这儿来，到底为啥呀？我听说神明怜悯咱老百姓，要降下神迹，赐给咱们吃不完的粮食。真的假的？这么说，咱们再也不用饿肚子了。呸！这狗将军怕是个疯了吧？我知道，诸位并不相信我玉门有神明庇护，那是因为诸位没有见过。今日，本将军就要同各位老百姓一同跪拜，共请神恩。干什么？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，希望这些能够帮到你。该不会是我眼花了吧？这是从哪儿来的呀？神明显圣啊！神明显圣啊！神明慈悲，我定登上封赏牌位，每日奉享。诸位，现在可以相信我玉门有神明庇护了吧？这些粮食、神物都是神之恩赐。神明显灵了！将军，尔等可知这是？俺在地里刨了一辈子神了，这俺从来没见过。这是什么神物？不然将军会如此郑重。此为神赐之物，名作红薯。红薯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只要中了它，所有人都能活下去，绝不会有人再饿死。一个也不会挨饿了。如今连年干旱，别说是夏麦秋粟，就是平常作物也难以存活呀。对呀，此乃神赐之物，自然是与众不同的。神明有言，此物不仅干旱耐活，就算在最荒凉的地方，照样能生长。最重要的是，此物亩产
可达数千斤。千斤！这怎么可能啊？平常作物一亩只能有数百斤，已经能称之为丰收了。这什么红薯土豆的，居然可以亩产千斤，而且还这么耐旱！将军，莫非这红薯就算是连年大旱种下去也能活？当然，而且此物可种2季，有了此物，别说几10万人，就算我大燕几千万人口，都能养得活。将军，此次神明赐下的东西数量繁多，足够我等支撑半旬。若是再种下红薯土豆，再过上数月，我等这未知可解。对呀，没错呀，太对了。这红薯确实是神明说过，这除了果实，这根茎叶子都可以做吃食，且极其耐旱。如此作物实在罕见，恐怕也只有神赐。对了，神坛那边可有神谕下达给神明祭祀准备的东西如何了？将军，我要亲自去看看。虽然都是一些俗物，但涉及神明，总要慎之又慎。将军，有心事儿。我在想，神明供给我们救命补给，我等除了上贡些黄金珠宝、金银首饰，什么都做不了。将军，神明之恩非以物质衡量，黄金珠宝非贵，然我心意更为重要。神明若知我等虔诚，定会理解。对，我等可以为神明立庙。将军，我们尚未知神明去向，要不您再向神明讨一幅画像来。婉瑜，我外甥微信你加了吗？你怎么不通过呀？通过干嘛？看他给我展示他的100平大平层。李婉瑜，你怎么跟你婶儿说话呢？真是有娘生没娘养的。你还知道你是我婶婶？天底下有你这样的婶婶吗？一天天净想着吃绝户。你给我记住了，还有2天，到时候你拿不出钱来，就赶紧给我滚出4合院。做你的春秋大梦去。将军，我真是料事如神，知晓北夷定然会趁着百姓冲击军营机会进行夜袭。最近偷袭的就这么几个兵，顶多起个骚扰的作用，那北夷军神定不会如此不智。将军的意思是，那北夷军神还有后手？将军不好了，军寨中发现多具北夷死尸。林小姐，我们已经按照你的要求，把你所购买的东西都搬到仓库了，麻烦您支付下尾款吧。啊，行。你就是林婉瑜是吧？哦，还不错，有几分姿色，能配得上。你谁呀？你不知道我是谁吗？哈，我是林国庆介绍过来相亲的，他没跟你说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现在没有相亲的打算，请你离开吧，我还有事要做。哎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哎呀，叫我朱华强，堂堂海城集团的旗下分公司总经理，能看上你那是你的福气，别到时候给脸不要脸啊！你别以为你长得丑我就不敢骂你啊！哎，我说你听清楚刚才我跟你说我是谁了吗？怎么了？百度应该是搜不到，但是搜狗肯定能搜。哎，我说你个没爹没妈的孤儿啊，竟然敢这么跟我说话！林小姐，麻烦你赶紧支付下尾款吧。啊，哎，行，都买什么了啊？我跟你说啊，以后嫁进我朱家要懂得勤俭持家，这次我就先帮你付了。啊，好，让他付。哎，
你好，先生，共计是850万元，是微信还是支付宝呀？啊，850，是850万元，不多少？你把超市买了，这点钱都付不起，还想娶媳妇儿啊？笨狗送客。你个疯狗！又给我传东西过来了，刚好上次进店换的钱已经花光了，看来得再去找江叔一趟，或许还可以问问他大烟和霍渊的事。江叔，你来了，又有啥好东西？嗨，这不又找到点我爸藏的好东西吗？过来让江叔您长长眼。满色翡翠绿，嚯，这可是硬货呀！来上茶，你先坐着喝茶，我来长长眼啊。江叔，您那儿还有没有关于大烟的资料啊？怎么对这个大烟感兴趣了？是也不是，主要是觉得那个叫霍渊的将军很有意思，所以想多找点他的资料。店里的东家很喜欢大烟，这是东家之前放在店里的一些书籍手抄本，里面记载了不少大烟和霍渊的信息。你要是感兴趣，可以看看。谢谢江叔。将军，你是个当然不看了，我看你气色不太对。无妨，这新来的百姓安置的如何了？这些都由李先锋来安顿，基本上已经安排好了。将军报了，寨中檄文了。什么？寨中檄文了？什么？快带我去看看。江叔，为什么这古籍上记载的很多资料我都是第一次见，甚至很多连新闻都没有报道过？你没发现这书籍乃是手抄本吗？我宗家说了，好像是我宗家根据自己对大燕年间的事件资料，综合野史正史自行撰写。这么厉害，怪不得会专门开一个关于大燕的展拍会。没错，你可不知道啊，我东家看到你那盘龙白玉的表情，都惊掉下巴了。哪有您说的这么夸张？没骗你，真是这样。这是展拍会的邀请函，你收好。除此之外，我东家还希望能在展拍会以后亲自见见你。见我？将军，拿回来！将军，放在桌子上几个。得一心之人，可在多数了？将军，据统计，有半数百姓已经被感染，不过已经按照您的命令，将所有感染之人全部隔离。只是人数太多，我们没有足够的郎中，更没有药材救人呐。就去找，不是让百姓连将士们都死绝了。这北夷军神竟然用此毒计，趁着百姓冲来之际，将带有瘟疫的尸体投入寨中。短数日，竟然有10万之众被感染。我们还有生命，还有生命，神代可有神明赐下。这样和将军禀报，除了您亲笔写的那份悼词之外，这些时我还令人按照您的笔记写了悼词，投入盆中。真是胆大妄为！你可真是亵渎神明！我何德何能可以让神明随时关注他？你可是得罪了神明，会有什么后果？
将军，正义神明广度众生，若不这般，神明如何看到？若有神罚，莫将一人担之。如今事态紧急，我可以饶你一命。派人替我准备遗诏，我要亲自去神坛祈求神明原谅。快去！将军，不知道袁安今天又给我这个神明供奉了什么好东西，给你们准备了几千万的粮食，可得争气给我好好活着。班狗，奇了怪了，平时进屋这家伙总会不认，去哪儿了？神明，北夷之士投护于吴军，现军中已有数千人，现咳嗽发热之状。神明，军医诊为义，武以令将士严加防范，然效果不佳，瘟疫蔓延迅速，众多将士已经染结，军中乏药无以为之，愿其神明显灵。袁，回来！霍百年，霍百年！大燕13年8月，霍元之师游进于玉门关外，然北夷人阴毒，投亦失于霍军之中，致使瘟疫横行。霍家军本已乏水缺粮，面对此疫，更无抵御之能，伤亡甚重，甚至军中将领也折损大半。这北夷人竟如此恶毒！霍元，你挺住，我现在就给你们买药。爷爷，将军他怎么样了？将军日夜操劳，加之久不进食，染上疫病，此疫毒甚烈，仍无药物医治，再推下去恐性命堪忧啊！走，动手去跑！是，话题暂时，一定要给我知道正面的草药。孙武将，将军，不要再劳烦他们了。这一命，我要可以。将军。不去神坛。袁，回来！霍百年！袁在。袁受困于疫，今日一醒，便前来祷告神明，并非有意怠慢，而是袁实属无奈，唯有扶其认罪。愿自知命不久矣，许多誓言口难践行，若神明怪罪，愿一起承担。愿之上，绝无情重，唯愿神明有我苦路30的士兵百姓。若如此，愿死得命。将军，将军，你的身体。退下！于情恐怖，愿深知自己是肉痛，可如今还有大敌兵困，内有疫情，如今这般死去，还请神明给予指引。不行，你不准死！是我幻听，没想到你死之人了，听到神明的声音。听见了吗？你不准死！我可是神明，我命令你，你不准死！我可是神明，不过一个小小的瘟疫，只要我想，很轻易就解决了。放心，你的30万百姓士兵我会救，你不要救，你忘了吗？你还没有为自己洗清冤屈，你还没有收复玉门关，带着你的百姓脱离困境，你还没有铲除朝廷奸佞，
还百姓一个盛世，还百姓一个干净的大业。你还没有带领你的霍家军铁骑横扫诸国，完成一统大业，还没有为天下百姓开启和平盛世。这么多事等着你去做呢，你怎么能如此轻易的淹死？所以，霍元，你要活下去。月明白了，听我的使命。这些事啊，都是什么？将军，这些神明赐的药物，我们有救了。只是这些蓝色布条是做什么用的？这神明尚未有指引。莫非这也是某种药物？你可知这该如何打开？将军，要不你再问问神明，看如何使用。这是纸张，莫非这是神明所用的纸张，竟如此洁白如雪？这上面还有文字。神明面前小小瘟疫，随手拿捏。其他的药倒还需要一些时间，这些应该够你撑一段时间的。也不知道册子上写的方法能不能搞定。千元展拍会，我倒要带着这些宝物去看看，到底怎么个事儿。将军，这纸片上有人。这是从册子里掉落的，是神明放在那里的。莫非是神明真实之人？还是说他就是聚宝盆对面的那位神明？这好像是画像，只是这画像出自何人之手，竟然如此惟妙惟肖，就像是把人放在画中。这字迹娟秀，笔锋有力，即便是我见过的诸多书法大家，也就于此。传令下去，神明赐药，我等有救了！快，将这个药混在一起，分发下去，给重病之人吞服下去。是，将军。班长，我要拟个机灵状，所有人，无论士兵还是军官，要严格按照军令状来执行，不得有误。还有，苏副委，从今天起，由你替我接管军营，凡不从我意者，立斩。遵命。若真是神明画像，我将其藏在怀中，岂不是对神明不敬？有种直觉，这画中之人便是庇护玉馆、庇护霍渊的那位神灵。霍元，将军，山谷之外，北夷大军集结，似乎要大举进攻。不愧是10年一度的天元展拍会啊！你看这各方大佬云集，怎么样？要趁此机会好好的巴结一番。那是，这可是我花了1000多万从恒轩阁分阁请来的清朝古董。这天元展拍会只有价值1000万以上的宝贝才有资格入场，这宝贝啊，就是咱们入场的凭证。还有，听闻拍展会拍卖价格最高的那位卖家，更是能获得和那位幕后高人见面的机会。应该就是这里了吧？哇，这不是我们家大小姐吗？怎么拎个蛇皮袋就过来了？不会是来这捡垃圾的吧？蔡艳红，我的事儿还轮不到你操心。婉瑜啊，你别怪你沈哥说话迟。我们这次来啊，那可是为了公司发展来结交人脉的。
你一个小姑娘家的来这里做什么？小希呢，被别人骗了。我被人骗，除了你们几个，谁会骗人？林小鱼，你什么态度？我们也是你长辈，你爸爸生前对我们一直是尊重有加。尊重？你们尊重我吗？你们尊重我爸吗？他刚去世，你们就迫不及待地瓜分他的遗产，现在还有脸到这儿来说教我？个死丫头，你可别忘了，还欠我3000万呢！哼，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，你要是再不还钱，就从那4个院给我滚出去！3000万，马上就还。哎呀，你个死丫头，你不会想用这些破烂给抵债吧？别在这丢人现眼了，快回家收拾那些破烂东西，快滚吧！就给你们长长见识。你以为是什么宝贝呢？原来是一堆破烂啊！死丫头，我让你看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宝贝。大师，您给看一下，这个宝物价值多少？这花瓶是清代的精品，画工精细，色彩艳丽，确实是一件上等的。值多少钱？估值1300万。看见了没有？这才叫价值。你那些破烂加起来也抵不上这一个零头吧？宝物也是有灵气的。我专门用金丝楠木铸成的盒子放置，目的就是锁住灵气，温养宝物。这位果然是死宝之人，这古物最重要的就是这点灵气。若我没有看错，这古瓶极为不凡，想必是王公贵族所用之物。听到了没有？只有这种价值连城的宝物，才有机会登上展览会。赶快滚吧！啊，别给我们林家人丢人了！别给我们林家人丢人了！啊不，别说你是我们林家人。哎呀，原本呢，我还想带你见识见识这个展拍会，结果呀，你如此冥顽不化，我看也没这个必要了。你觉得你这些破烂能登上这大雅之堂吗？就给你们长长见识。山不在高，有龙则灵。谁说蛇皮袋子不能装宝贝？自不量力。大师啊，见人看看就行了啊！这后面还有这么多人等着呢。这陶器造型古朴，釉色自然，似乎有着悠久的历史。但是小姐，我无法鉴定出它的朝代，更无法进入估值。无法估值，你连这个门你都进不去。你个死丫头，赶快带着你的蛇皮袋啊，到别处收破烂吧啊！这里不欢迎你。不认识就算了，但是我有邀请函啊，为什么不能走？我有邀请函，为什么不能走？哎呀，大家呀，千万别被这个死丫头给骗了！天元展拍会从来都没有邀请函。就是，你以为随便拿个破纸片就能糊弄过去？别在这丢人现眼了！倒反天罡，我曾经花重金求见阁主也无果，也只能拿宝贝估字后进入，怎么可能会有邀请函？我在上海摸爬滚打10几年，参加过几次天元展拍会，从未听说过有个邀请函。对啊，难道老姜给了我个假的？怎么？你想给姜老板打电话？姜老板可是恒轩阁的掌柜的，岂是你说能打电话就能打电话的吗？我看你是脸面挂不住，想溜吧？姜总，姜总，您来了。王宇，你来了。姜叔，里边请。好。我就说这个东西还是有用的吧。哎，等，还有我们也是贵宾呢。王宇，你认识他们吗？不认识。报！10万火急，均在左右两方竟同时出现，周楚2国士兵，并汇入北隅大军，一同向我军山寨进军。为了退我大燕，周楚2国真是不要脸了！
竟然会给北夷蛮人臭味相投。还好，神明所持之药有奇效，众将士依然无碍。没有永远的敌人，只有永远的利益。这是神明教我的。既然他们沆瀣一气，我等战便是。但前段天凉，众将士逐甲为食，我们有无御敌之物啊！血肉之躯众志成城，我们霍家军绝对会战到只剩最后一人。众将天亮，在，随我出征。是。哎呦，多亏了朱公子，要不然啊，我们几个还被那保安给拦着呢。是啊，那狼心狗肺的东西，连长辈都不认了。就是。哎，外甥，我看你手上这个宝贝啊，看着可不简单呢。那是，这个官窑玉质，给皇上用的东西，这是我变卖了家产，花了1多亿从海外淘回来的。就凭这东西，咱们就得做的 VIP。走吧。哎，林婉瑜，你怎么进来的？这也不知道这个死丫头用了什么手段，竟然攀上了恒轩阁的江总。但是啊，没想到这么快就被抛弃。这里没有你的位置，滚出去！不能那么说，不是没他的位置。哎呀，来，坐哥腿上。你确定？啊。好。你干什么？别给脸不要脸啊！能攀上朱总是你的荣幸。我可没兴趣坐在猪腿上。哎，你不好意思，脚滑了。林婉瑜，你敢在这田园拍卖会上大闹啊？你得罪了我们没关系，我外甥在这会上与大佬都相熟，你让他下不来台，就是得罪了整个海城的权贵。哦，哎，林婉瑜，你现在给我道个歉，我跟主办方说一声，给你弄一小板凳啊，坐这儿，也让你长长见识。白痴！哎，林婉瑜，你要干什么？第一排也是你能去的。哎，他怎么可能是特邀嘉宾？这不会搞错了吧？哎，你可千万不要被他给骗了啊！林小姐可是此次展拍会的特邀嘉宾，主办方特意吩咐我把她照顾好。林小姐，请上座。谢谢江叔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好了，各位，现在拍卖会正式开始，请各位参展人员依次将手里的宝贝交给工作人员，送到参展台进行拍卖。然拍卖价最高的那位即可获得与那位大人见面的机会。好，这是明代青花瓷瓶，画工精美，保存完好，可谓上品。好的，现在开始竞拍，起拍价为1000万、1100万、1300万、1400万、1600万、1600万一次，1600万二次，成交。下面有请第2件参品。这件是苏贺长寿瓶，品相极其完美，起拍价应为1500万、1700万、2000万。都是些无聊的东西，也不知道后院那边怎么样。婚姻应该都治好吧？他有没有在想我呢？后院那边来消息了。征除两国与北夷同流合污，欲尽灭吴霍家军及百姓，更图吞并大燕。吴军幸得神明赐灵丹，将士多已康复。然往西乏粮，诸甲山马，装备不足，实力悬殊，今危急之际，恳请神明相助。后院他们有危险，米面粮油我还能解决，只是防万一，武器我可怎么办啊？终于到咱们了。大师，我这可是官窑，您得好好瞧瞧。此物是老物，并且品相不错。哎呀，瞧瞧，瞧瞧，大师就是大师啊！并不是官窑，
而是尿壶。这不可能！我花了我所有的身家，用1个亿才海外淘回来的，就是为了这次拍卖会能一鸣惊人，好见见那位背后的大佬啊！再者说了，就算它是夜壶，那也是皇上用过的呀。其实皇帝并没有用过，可能就是宫里边备用的库存吧。这肯定是皇上用过的啊！不信大家闻闻，这还有一股子尿骚味呢。这尿骚味只是陈放已久，硫磺堆积，不必多说，请下一个吧。不可能，这肯定是皇上用过的。哎呀，行了，大师都说了，你那就是个普通尿壶，别在台上丢人现眼了，赶紧下去。不是，这有你什么事儿啊？就算你坐在 VIP 的位置上，你能拿得出一件像样的宝贝来吗？不就是宝物吗？我多的是。哎呀，你还好意思笑我呢？就你拿这么块破石头出来，你还好意思过来借眼？我看呀，不知道从哪个茅房拿出来的，等我滚远点，臭死了！你们家虽然没落了，那也不能随便拿一破石头的出来糊弄人吧？啊，真是太可怜了。你们林家也就现在能拿出这么一块破石头出来忽悠人了吧？你们家以前的那股子霸气劲儿哪儿去了？哼，要我说呀，他爸他妈就是被他给气死的。10个亿，这砚台我要了。什么？这不是真可能？江叔，这个人是谁呀？一出手就是10个亿。这位的身份不简单呐，乃是海城有名的地下大佬，号称没有什么是他不能搞定的。这么厉害，王太医呢？他能搞来吗？当然能搞，不过只是1、2件，他可能不屑理你。我要的可不是1、2件，是好几万件。哎，张总，你别被那个臭丫头给骗了，这哪值10个亿啊？这不知道从哪找的破石头。哎呀，就是啊，张总，您要是喜欢这种石头呢，小猪我明天帮你找上10块8块的。10个亿，这石头它不值。闭嘴！真是聒噪！什么时候我张某人做事需要你们这些废物指指点点了？还是说你们觉得我张某人看不出真假？林小姐，这块石头我很喜欢，如果10个亿不够的话，我可以再加。不过能否先让我过目一下？啊，当然可以。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，这是4大名宴中最顶级的端砚，你们居然说是茅坑里的石头！好，我现在这位先生，我这个砚台呢可以卖给您，价格就按您说的来，但是我不要钱。不要钱？那你要什么？要他们的命？啊不！林小姐，您说您想要什么？我张某人通通给您搞来。我听江叔说，您那里有很多业务。您这朋友还有点见识，说吧，您想要什么？我就想要一点小东西，防身用的，防弹衣那种小东西，而且要很多很多。这事儿简单，3天之内给您搞定。3天，能不能快一点？这已经很快了，林小姐。再加点，能不能快一点？能是能，不过这东西比较麻烦。再加点，1个小时能不能搞定？肯定能，林小姐，您就瞧好了吧。这件事我张某人绝对给你办得漂漂亮亮的。1个小时啊，不，半小时。半小时之后，指定地点，您就能接受火绝对硬。现在有请下一件。不用继续了。
秦老夫人，您来了。这位想必在座的各位都略有耳闻，乃是我们华中古委员会会长秦老夫人。想必能让秦老夫人亲自前来，必然是一件惊世奇物。别以为这走了点狗屎运，弄了点破烂了，就自以为是人上人。知道台上这位是谁吗？这是华中古玩会连任5届的女会长秦老夫人，在她之前也未曾有过的女会长。李婉瑜，你现在给我低头认个错，等展会结束后，我让我外甥带你到秦老夫人面前露个脸儿，你几辈子也修不来这种福气。这福气你还是自己留着吧，弄个脸熟就能飞黄腾达，你怎么还没成首富？这次展会我带来的宝物，同样是大雁留下的。大雁，此宝物不受时间的流逝而侵蚀，此乃是无上之瑰宝。此物不外拍，你们也拍不起。此次前来是为了我能进小院。真的假的？还有我们拍不起的东西。听说恒贤阁几十年都没人的宝物，有资格进入小院。我这宝物岂能跟之前那些普通货色相提并论？今日老身就让晚辈开开眼。盆栽，他拿了一个盆栽过来。秦老夫人，莫不是在拿我们后人做开心吧？扶摇不知昼夜，夏蝉不知春秋。后生们仔细睁开眼睛，好好看看，这是什么？这盆栽上有玉的光泽，而且你看这泥土，这本身竟然也是玉。这是怎么做到的？这么大一块顶级的玉石，又经过巧夺天工的雕刻，栩栩如生，经历1000年保存完整了。是。此等宝物价值多少？价值？此宝物岂是用价值可以衡量的？可称为国宝。此物出自2000年前的大燕国，大燕国盛产玉石，匠人别具匠心，如此组合才能出现此等绝世珍品呢。有点眼力，此物乃是一整块玉石，经过镂空雕刻而成，不仅价值连城，更见证了大燕的历史。用老身的话说，不输何时璧。我宣布，大雁玉盆景为顶级珍品，起拍价为500亿。500亿！500亿！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呀！别说你了，就是那些顶级富豪掏空家底儿，也不一定有那么多。500亿就是1000亿万亿，也不足以衡量它的价值。在座的有谁拍得起？本会长可以进小院了。此物件虽然珍贵，不过毕竟是个盆景，玉石材质也只属于上流，并不顶级。500亿已经到顶了。至于去小院，此物恐怕还不够资格。本以为恒贤阁启行的天元拍卖会乃华中最大的拍卖盛会，没想到你们也是为了沽名钓誉。秦老夫人，您这话可就不对了。本以为恒贤阁取的坚定大师并非肉眼凡胎，今日一看，也不过如此。今天老身就让小辈看看何谓绝世珍宝，何谓流传的玉树开花。怎么样？你们可见得过这等宝物？这次我可以进小院得见阁主了吧？还是不行。本会长把古玩会压箱底的宝物都拿出来，你告诉我还是不行？这次展开会的头筹由阁主钦定。阁主钦定？那老身倒要看看到底是什么宝贝能压我这玉盆景一头。哼！好的，接下来登场的是本次展会统筹宝物大雁盘龙白玉。没听说过。干嘛？怎么想靠近这舞台近一点，好认一下秦老夫人？林婉瑜想攀龙附凤，怕是想多了。有没有可能他们说的盘龙白玉就是我手里这块？哎，
你上来干什么呀？想给我道歉呢？哈哈，做梦！赶紧滚下去，别污了秦老夫人的眼，有你好受的。起开，好狗不挡道。哎！各位，这便是盘龙白玉。我当是什么宝贝呢？这天元拍卖会啊，真是落脚，一块寻常的破玉地摊货，竟然成拍卖会的头名。我们恒玄阁必须给老师和在座各位一个说法：这丫头手里这破玉，怎么成为天元拍卖会的头名？莫非你们中间有什么龌龊的勾当，或是说这拍卖会的头名已经内定了？是这样啊，老夫人，这个小院呢，我实在也没有什么兴趣去。既然您想去，那这个机会不如就让给老夫人。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，我就先走了。姑娘的模样长得倒是俊俏，丫头，你是靠这张脸吧？想走，我看你是心虚了吧？心虚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姑娘嘴倒是挺硬，被老师戳破了，没有半点的慌乱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但是我现在真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，我就先走了。你给我回来！老师是古玩会会长，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输给你个黄毛丫头。这怎么可能？我的玉盆景，这花还真的枯萎了。一定是你，一定是你嫉妒我的玉盆景，所以你毁了它。你说什么呢？我压根就没靠近过你的玉盆景。是你们联起手来，怕你们的龌龊勾当暴露，所以害了我的玉盆景。老夫人且慢，我曾听闻大燕玉气有灵，或许是宝物相遇而发生变化。你放屁！你就是属我一伙的，就是想欺负我这老太太。不知老夫人可曾听闻宝物自毁？如今这情况便有些类似。当盘龙白玉靠近玉盆景后，玉盆景自惭形秽，所以盛放之花自行枯萎。自惭形秽？你的意思是说，这一块破玉吓得我玉盆景不敢开花了？真是笑话，天大的笑话！老夫人，我所说句句属实。若你还拽着李女士不放，非要让这盘龙白玉靠近这玉盆景，恐怕这玉盆景可就不是花落枯萎，而是茎断玉碎。听到了吗，小老太太？你要是再拦着我不放的话，你的玉盆景可要茎断玉碎喽。好啊，好啊，你们毁了我的玉盆景，还威胁老师。那丫头手里头有不少的好东西，要不让她把那好东西交出来，赔您这个玉盆景。哎，你们干什么？我虽然看不上你那所谓的宝物，但是你们联合做局，毁了我的宝物，给你个赎罪的机会，把东西留下，否则你走不出这拍卖会的门。放肆！亏你还是华中古玩会的会长，连这其中的玄妙都看不出来。玉可影人，自然因其有灵，而这玉盆景和这盘龙白玉之间的差距形同天堑。你强行让它跟盘龙白玉靠近，它自然会碎。不可能！这个小贱人，莫非是你的相好？你为什么说话都向着他？小贱人，大胆！我是何等下贱身份，岂敢与将军夫人相比？天哪，那可是阁主！要知道，如果秦老夫人跺跺脚能让大雁抖一抖，那阁主更是吹口气就能让大雁地震的存在。那丫头是谁？将军夫人，竟然能让阁主下跪！老人家，您是不是认错了？我还没结婚，我不是你说的什么夫人。夫人说笑了，我们恒轩阁传承1000年，就是等夫人回来。您就是这放官下邳的主人，
老奴不会看错。疯了！是我的老千家，是疯了才是。她只是一乡下小丫头，你是不是被她给骗了？竟然敢欺骗阁主！我身为你的长辈，今天好好教训你。夫人是什么身份，也是你们这些人可以冒犯的。我知道了，你们是一丘之貉，你们都串通好的。串通？夫人，请将玉璧借我一用。相应了，相应了，这怎么可能？宝物有良，自然分有高低。这玉盆景岂敢以贪龙白羽争对，所以他自惭形秽，直接碎裂。这不可能！此物是大燕王侯所用之物，这你眼宫地下看不出盘龙白玉是地气，也很正常。夫人，老奴这一族代代相传，1000年施工，就是为了等夫人回来。夫人既然已经回来了，就随老奴进小院，以全这1000年之约。不是先生，我真的不想去那什么小院，而且我现在真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，所以我就……阁主，我错了。既然这女人不愿意进小院，那就由老身进。你也配？来人，把这些人都给我扔出去！不要，不要！先生，夫人的决定，老奴不敢质疑。只要夫人愿意，随时可以进入小院。哎呦，这该死的小贱人，怎么又蒙骗了苏老？这臭丫头身上一定有什么秘密。加强版防弹衣，是这样。有这么多武器，太好了！喂，林小姐，那些武器防具您还满意吗？满意，太满意了。满意就好，我还给您准备了更多惊喜。太好了，这样一来，霍元这一战肯定能赢。时间紧肉重，我得赶紧把东西给霍元传过去。林婉玉有这等宝贝，怪不得苏老对她另眼相看呢。哎呀，要是把她宝物抢过来，然后再送给苏老，我必然能进小院儿。请。将军小心！将军，再这样下去，我等怕就守不住了。燕军太强了。别慌，神明都已经答应了，要给我们找些神兵利器。拿到之时，就是我们霍家军反击之时。将军，神坛那边有动静了，似乎是神明显圣了。只是那些东西都好生奇怪。是吗？走，随便咱进去看看。好。姐，竟然此不穿，如此轻盈，果然是神物。姐姐，你看这是什么兵器？如此短小，又没有利刃，算乃来自什么兵器？霍将军，是神兵兵器啊，可能与你们的武器不同，使用方法都写在册子里了。
居然是火器，能杀人于千里之外，这不是神兵，那什么是神啊？苏部长，带传令下去，召集军兵营。从今日起，本王要教他们如何使用这些神兵。是。来人，北极系统回起来了，杀了他们！啊！报告将军，神台处发现几个北夷细作，已将其全部拿下。神台可有出什么问题？神台无恙，将士们发现的很及时。既如此，那就全都斩了，刚好可以用来祭旗。这次吾等要转守为攻，彻底剿灭三国联军，如此才不会辜负神明所赐之神兵利器。遵命，出发。是。不可能！霍家军已经兵尽粮绝，哪来这些神兵宝甲？霍某自有神助，其实尔等可以随意的。受死！收缴粮草，关押俘虏，传令下去。半日后，通知所有士兵和百姓，与我一起祭拜，感谢神明相助。夫人，阁主，您能否告诉我，这小院里究竟有什么？夫人，称老奴就行了，哪敢在您面前称阁主？夫人，有些事老奴也知道的并不是很清楚，不过家族传承下来，只要找到夫人，并请您穿上这套凤冠霞帔进入小院，就能知道一切答案以及您想见的人。我想见的人。这衣服好眼熟啊，好像本来就属于我一样。